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极境之美，我是 Melvin。那最近呢，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看 Netflix 的一部影视剧《百年孤独》。这部剧改编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经典小说，那想必大家应该也都听说过，甚至最近也都有在追这部影视剧。那我刷到网上有很多的讨论，比如说影视剧和小说改编的像不像，剧情有没有跑偏之类的。但说真的，这些问题在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次要的。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当你看一部剧的时候，可能剧情本身很好，故事也很棒，但它背后的那些背景或者所谓的设定，才是真正让你停下来思考的东西。比如在这部剧里面，我看到了马康多这个小镇从什么都没有慢慢发展起来，看到了炼金术、塔罗牌、摄影，甚至是一些宗教的这些元素是如何深深地影响了布恩迪亚家族的一代又一代。那我就在想，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吸引人？那他们背后又代表了什么？这不仅仅是个故事，还是一种映射吧。比如说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他痴迷于炼金术，那是一种对未知的追求。像塔罗牌那些神秘的占卜，好像能让我们找到未来的线索，或者是说那种命运的束缚。还有摄影机的出现，凝固时间的能力，又让人觉得它有一种超越现实的魔力。那我边看边想，其实这些元素背后的东西，似乎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的，那就是我们对未知的渴望，对未来的焦虑，和对生命意义的探索。所以今天我想要聊聊这些话题，让我们从《百年孤独》这部小说的剧情出发，谈谈炼金术、塔罗牌、摄影和宗教，它们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哲学与人性。这可能跟我们的生活更有关系，也可能比我们想的更要贴近我们的日常。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探索之旅吧。如果你问我《百年孤独》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想我会说，它就像是一场在现实与魔幻之间的游走。这本书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巅峰之作，它让读者看到布恩迪亚家族在7代轮回中的爱与恨、生与死、孤独与毁灭。它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故事，更是整个拉丁美洲历史与文化的缩影。那 Netflix 的改编剧虽然很难去完完全全的还原原作的文字魅力，但却用影像来重现马康多这个充满隐喻的小镇。从迷雾笼罩的初始荒野，到后来的繁华市集，再到最终的衰败和破灭，剧中的每一个场景都刻画出了人类文明从诞生到崩塌的缩影。当然这部剧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比如说节奏可能不够紧凑，还有对原著部分内容的删减。但对我来说，它吸引人的是那些细节的部分，比如人物的眼神、场景中的符号，还有布恩迪亚家族内部的冲突，这些细节都让人更容易被拉进他们的世界。剧中马康多小镇的发展就是一个人类文明史的一次压缩的展现。最开始它是荒凉无际的一片土地，没有宗教，没有政府，甚至没有任何秩序。但随着吉普赛人的到来，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带来了炼金术、望远镜、磁石，甚至摄影机。这些神奇的事物呢，都点燃了故事的主角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的好奇心，也让整个小镇的人开始对未知产生了无限的渴望。这不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自身的故事。人类之所以能从荒野中建立起文明，靠的正是对未知的好奇与探索。但这种好奇并非总是带来美好的结果，像是剧中的布恩迪亚家族，他因为追求炼金术而走向疯狂，因为对命运的迷信而深陷孤独。而这些情节也让我不禁的去思考，
我们对未知的追求究竟是成就了我们，还是束缚了我们？这段历史与故事的交织，让我深深地感受到马康多小镇的故事其实就是人类的缩影。我们一直在尝试突破界限，追求我们不了解的东西，但我们是否准备好面对探索带来的后果？这是我在观看《百年孤独》时反复问我自己的问题。在《百年孤独》当中，何塞·卡迪奥·布恩迪亚迷上炼金术的契机来自吉普赛人梅尔基亚德斯的到来。这位充满神秘色彩的游方客带来了一堆炼金器具和古老的书籍，声称可以将普通的金属转化成黄金。何塞立刻被这种跨越自然界限的可能性所吸引，他不仅沉浸于炼金术的实验，更开始相信这是一种改变命运的力量。在剧中有一幕展现了何塞跪在实验台前，将熔炉的火焰调到最旺，眼中充满了希望，仿佛下一刻奇迹就会降临。他告诉妻子沃尔苏拉，黄金不是财富，而是理解宇宙的钥匙。这句话展现了他对未知世界的渴望，也奠定了布恩迪亚家族代代对超自然与科学的矛盾追求。那炼金术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到古埃及。那时的人们认为物质世界和灵性世界是紧密相连的。炼金术不仅仅是物理和化学的实验，也是一种哲学和宗教的实践。古埃及的炼金术师相信物质的转化实际上是灵魂的升华，而到中世纪，炼金术在欧洲兴盛起来，并逐渐与基督教神秘主义结合。一些著名的炼金术师，比如说罗杰·培根和帕拉萨尔苏斯，都将炼金术视为揭示上帝意志的一种方式。他们认为黄金的纯净性象征着灵魂的完美，而所谓的贤者之石就是一种可以带来永生和智慧的神秘物质。有趣的是，炼金术的理论其实并非毫无科学基础。虽然转化金属为黄金的实验失败了，但炼金术师的努力为现代化学奠定了非常深厚的基础。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验室的设备、蒸馏器、干锅和滤纸，其实都是炼金术的遗产。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对炼金术进行了深刻的心理学分析。他认为炼金术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隐喻，炼金师试图将粗糙的金属转化为纯粹的黄金，象征着人类内心的成长与转化。荣格指出，炼金术师追求的贤者之石，其实是人类潜意识中对完整自我的渴望。这也与剧中何塞尔卡迪奥·布恩迪亚的故事是相呼应的。他的实验虽然一次一次的失败，但每一次尝试都反映了他对生命意义的探索。虽然现代科学已经否定了物理炼金的可能性，但炼金术的精神依然存在于我们对未知的追求当中。今天属于我们现代人的炼金术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领域，比如说基因编辑，我们通过 CRISPR 的技术，人类试图正在改变基因组，以治愈疾病，甚至是提升能力。或者是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 AI 试图模仿和超越人类智慧，探索人机交互的极限。又或者是我们对宇宙的探索，我们对太空的研究，从月球登陆到火星殖民，无一不反映了对超越自然界限的渴望。而这些技术背后的动机和炼金术的精神何其相似，挑战自然的边界，寻找完美与永恒。炼金术在《百年孤独》当中，不仅是布恩迪亚家族悲剧的开端，也是一面反映人性的镜子。它让我们看到人类的伟大来自于未知的无尽追求，但这种追求也可能带来毁灭。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是否应该在追求完美的同时接受自身的不完美？而百年孤独提醒我们，炼金术的核心或许并不在于成功，而在于过程中对自身的理解与探索。在百年孤独当中，皮拉尔·特尔内拉是一位神秘且充满魅力的塔罗师。他与布恩迪亚的家族有着深厚的联系。他最初是沃尔苏拉的朋友，经常为他和他的家人占卜。然而皮拉尔的角色远远不止于此，他与布恩迪亚家族的2位男性都发生了亲密关系，并各自为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进一步加深了他与这个家族的纠葛。其中有一个剧情是，有一幕 Rebecca 向皮拉尔请求占卜，询问自己的未来和幸福。那皮拉尔呢，就在这其中为他抽出了一张死神牌。在塔罗牌当中，死神并不直接代表死亡，而是某种象征转变和新的开始。那皮拉尔也为他解读说，你会幸福的，但这一条路不会一帆风顺。这段话呢，也预示了 Rebecca 未来的波折命运。那随后的剧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Rebecca 的生活逐渐被孤独吞噬，婚姻破裂，情感孤立，似乎也印证了这种塔罗牌的预言。皮拉尔不仅仅是一个塔罗师，他更像是一位命运的中间人。他参与了布恩迪亚家族的生活，又像旁观者一样，用塔罗牌解读命运，却不插手干预。他的角色也 kind of 提醒我们，对未知的探索和解读，最终的决定权仍然在我们自己手中。之前我有一部影片是专门介绍塔罗牌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看这支影片。那我这边再简单的回溯一下，塔罗牌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意大利。最初它只是一种贵族娱乐的纸牌游戏，被称为塔罗棋。那到了18世纪，随着神秘学和占星术的兴起，塔罗牌也逐渐演变成一种占卜工具。那每张牌呢，都被赋予了象征意义。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死神牌，它象征了转变和结束。那恋人牌可能会代表选择与亲密关系的挑战。那愚者牌呢，可能会象征无知与新的冒险。在拉丁美洲的文化语境当中，塔罗牌与地方信仰、天主教的宗教图像以及神秘学相结合，成为一种解读命运的民间艺术。而对于剧中的马康多小镇居民来说，塔罗牌既是神秘力量的象征，也是对命运不可知性的接受。塔罗牌的意义在于它提供并非确定的预言，而是一种比较启发性的思考工具。像是 Rebecca 在皮拉尔面前的疑惑，实际上也代表了我们每个人在面对选择时的挣扎。我们应该要相信命运已经注定，还是坚信我们可以改变它？那我最近有读到一个关于占卜的理论，那就是说占卜它是不是真的可以预测未来？那我觉得这个理论很有趣，它就说就像是量子物理学当中的观察者效应一样，我们可以预测未来，因为所有的版本的未来都是已知的，因为我们有无数的无限的平行宇宙，只要我们有选择就会有起点，我们就有可能会进入不一样的平行宇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占卜师告诉我们你的未来是 A， 那如果我相信我就会是 A 的话，那我很有可能就会以这个能量场继续在这一条 A 的平行宇宙当中行走。而如果我不相信 A 的这个版本，我不愿意相信，我试图改变我自己，我改变我自己的能量场，那我很有可能就会往另外一个 B 的平行宇宙行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一位占卜师的占卜预言就不会实现。心理学家卡尔荣格也曾经指出，塔罗牌的图案反映了人类集体潜意识的原型。当我们解读一张塔罗牌的时候，我
我们其实是在向内探索，寻找内心的答案。而死神牌不一定预示着死亡，而可能暗示一次必要的改变。这种解读的过程也让我去想到说，命运的真正力量其实真的不是来自于塔罗牌本身或者占卜师本身，而是来自于我们如何选择去理解它。那今天塔罗牌已经不再局限于神秘学范畴，它更多的会被用作一种心理探索和疗愈的工具。有一些心理治疗师他会使用塔罗牌来帮助患者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比如说患者如果抽到愚者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启发他们去重新面对内心的恐惧，去接受冒险。而抽到死神牌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帮助他们去接受一段关系或者生活阶段的结束。现在的数位技术也让塔罗牌更加普及，现在有很多手机的 App 其实都提供了即时抽牌的功能。虽然少了真实的塔罗师的解读，但仍然保持了这种塔罗牌象征启发的核心功能。我不禁的在思考，命运是否真的可以被预测，还是我们只是在塔罗牌的符号中寻找内心的答案？对我而言，塔罗牌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预测未来，而是它可以让我们停下脚步，问自己一些重要的问题。就像 Rebecca 问皮拉尔我会幸福吗一样，这个问题本身其实比答案更重要。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如何面对失去和改变？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必须解答的问题。那塔罗牌也提醒我们，命运或许是注定的，但我们的选择和解读才是真正定义我们人生的关键。它既是一种神秘的象征，也是一面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镜子。在《百年孤独》当中，摄影机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当吉普赛人梅尔吉亚德斯带着这种神奇的发明来到马康多的时候，小镇居民对他充满了惊奇与疑惑。他们目睹了科技的神奇，也亲身参与了这项神秘的仪式。布恩迪亚家族对摄影的迷恋，尤其是他们用照片来捕捉家族成员和重要时刻的努力，展现了人类对时间与死亡的抗争。当布恩迪亚家族开始使用摄影机来捕捉孩子的笑容、长辈的肖像，甚至一些家庭聚会时的场景的时候，我不禁感到，这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突破，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他们试图用影像来留住那些转瞬即逝的时光，仿佛照片就能对抗生命的流逝。这个剧中对19世纪的摄影技术的描写非常的细腻。拍摄的时候，他们会使用沙漏来计时，确保曝光的时间精准。当时摄影采用的是银版摄影法，这是一种早期的摄像技术，需要很大的耐心和细致的操作。那基本上呢，就是我们在铜板上面镀上一层银，然后将其暴露在这种点阵器当中，使其形成光明的碘化银。然后我们再将准备好的银板放入摄影机，在适当的光照条件下进行曝光。我们再使用水银蒸汽来显影，使影像浮现。最后呢，我们再使用硫代硫酸钠来固定影像，并用金水来加强其持久性。这种工艺呢，需要对每一步进行严密的控制，暴露时间过长会过曝，太短则无法形成影像。吉普赛人在剧中使用沙漏计算曝光时间，然后在简陋的暗房中显影。这些细节呢，都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位摄影师，我也常在暗房里面工作。那我对这个过程呢，有着深刻的共鸣。因为暗房里的工作其实总是充满着期待与惊喜。当影像在药水当中慢慢浮现的时候，那种从无到有的魔力，仿佛是在与时间进行一次深刻的对话。那剧中布恩迪亚家族对照片的珍视，也让我想起我自己小心翼翼地保存每一张底片、每一张放大的照片的心情。
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在《明示》这一本书中提出，摄影是一种对过去的证言。他认为照片的本质是曾在场，它见证了某个瞬间的真实存在，但同时也提醒我们那个瞬间已经逝去。这种矛盾感在布恩迪亚家族的使用中也得到了诠释。他们拍摄照片的过程充满了希望，但照片中凝固的面孔却最终成为了过去的证明。剧中某些照片在多年后被重新发现，那角色们去看着这些旧影像回忆往昔，这些片刻也让人感到欣慰，也令人很惆怅。摄影既能延续记忆，也无法阻挡遗忘。然而在今天，摄影已经从一种珍贵的技术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社交媒体上的自拍、滤镜、短视频充斥着我们的视野。然而，我们是否还记得摄影的最初意图？它应该是反思时间与生命，而不仅仅是自我表演的工具。当我看到剧中的角色拿着笨重的摄影机，充满仪式感的捕捉家族的瞬间的时候，我感到这与我们当代轻而易举的拍照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是否已经遗忘了摄影的珍贵，忘记了它是时间的记录者，而非单纯的娱乐工具？在《百年孤独》当中，宗教是马康多小镇从纯粹的未知到寻求秩序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最初的小镇没有宗教，居民的生活纯粹依赖自己的经验与传统。那随着政府的介入，宗教也进入马康多，成为秩序和权威的象征。剧中有一个触动人心的场景，那就是当小镇的第一座教堂落成的时候，居民蜂拥而至，脸上带着兴奋与好奇。他们并不完全理解宗教的教义，但教堂可以成为一个聚集的中心，一个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仪式感与神圣性的地方。那神父的讲道也让居民相信有一种更高的力量在关注他们的行为，而这种力量带来了安慰，也带来了规范。布恩迪亚家族成员对宗教态度的多样性也耐人寻味。有些人呢会对他感到好奇，想要相信；有些人呢把它视为束缚。这种分裂也反映了宗教在小镇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它可以给予居民秩序感和情感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成为控制与压制自由的工具。宗教的力量在它试图解释人类无法理解的事物，死亡、苦难、希望与命运。而在《百年孤独》当中，宗教成为小镇居民面对未知的依靠，无论是祈祷还是仪式，都是试图用一种神圣的框架来填补人类对未知的恐惧。正如哲学家米尔恰·以利亚德所言，宗教仪式是一种将混沌转化为秩序的努力。马康多的宗教和宗教实践也正是这种对未知的回应。在当代，宗教可能不再具有统治性的力量，但它仍然影响着我们的伦理、文化和灵性追求。许多人可能不再参与传统宗教，但灵性实践、哲学思辨，甚至对宇宙学和人工智能探索，仍然延续着宗教对未知的追问。宗教不仅仅是关于神或经文，更多的是关于人类如何面对自身的局限和无法回答的问题。马康多的居民在教堂里找到秩序，而我们在现代社会当中，可能会在心理学、哲学或者灵性实践中找到类似的安慰。百年孤独以其丰富的故事和象征，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对未知的永恒追求。从炼金术到塔罗牌，从摄影到宗教，每一种探索都反映了我们试图理解世界的努力。未知是希望的来源，炼金术代表人类对完美的渴望，
塔罗牌提供对命运的解读，摄影让我们凝固记忆，而宗教赋予生命的困惑以意义。在现代的反思下，我们看到现在当下的资讯爆炸时代，我们是否还能像马康多的小镇居民那样，怀抱对未知的敬畏与好奇，而非只是追求一些快速的答案。对未知的探索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它既是挑战，也是希望。在这部小说和影视剧当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布恩蒂亚家族的命运，更是人类面对未知时的无畏。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启发你对未知的思考与珍视。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请帮我一个忙，点赞、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也很希望可以听到你们对这个内容的想法，或者你们有什么其他感兴趣的话题。我也很期待可以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更多的和你们分享我对不同话题的想法。也欢迎关注我的 Instagram， 可以看到我的一些摄影作品，让我们一起继续这段探索未知的旅程。那就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我是 Melvin， 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